9月9号到10号，20国集团领导人会议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可以看到，印度在本届 G20会议上在努力推动全球南方成为会议主角。那么这次印度为什么要予以特别的强调？王先生，西方国家为什么要把发展中国家改成全球南方？其实还是一些西方精英的希望争夺关于发展中国家运动的这个叙事，是吧？希望争夺话语权。那么具体到印度呢，这个就毫不稀奇了，因为印度外交有一个传统，印度从来都视自己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的。那么这一次呢，通过 G20呢，它也回应西方的这个关于全球南方的这种说法，它也要成为全球南方的这个正儿八经的领导国家的地位，所以它绝对不会放弃这一次机会的。其实这个全球南方呢，尤其是在这2年呢，这个词呢提的特别多，这频率特别高，这也其实有反映出呢，现在在这个100年的变局下呢，像这个位于这个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地带的这些势力呢，一个不约而同的一个这个群体性的这个声音的这个崛起，这就逼迫了呢，其实包括G20的成员国就可以说我们叫世界上的主要国家要重视这个全球南方的这种呼吁呼声，可以预料，就是说在此次G20之后，包括在今后接下来这个G20的这个主要的国家这些大国都会进一步加强，就会发展与这个全球南方之间这些主要国家的关系。印度针对发展中国家与南方国家的倡议和议程似乎并不包含中国。印方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是否有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其实因为印度呢，它确实他认为呢，无论是它的经济它的人口它的面积它的影响力包括与美西方的包括各个阵营的关系，它确实呢是够得上一个连接这个西方跟东方包括西方跟南方之间的一个桥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中国也是南方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合作方。一直以来，我们中国呢，这可以说是我们的中国对广大的这个南方国家，我们看了这个南南合作77国联盟+1这个中国的合作，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各方面的这个双边多边的合作，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支持，也得到了很多国家的高度的认同。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印度呢要是说摒弃一些呢这个政治上面的一些私心杂念，与中国呢更好的与全球南方国家呢发生谋福利，这个呢我觉得对全球国家南方国家呢这个地位是进一步的提升。但如果呢印度想排挤中国，想踩中国做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痴人说梦，这个很多的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予认同的。说到印度想向林先生请教一个问题。据说印度想要更改国名改成巴拉特或者婆罗多，林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尤其是这个打算背后是否包含着印度一些更长远的、更有雄心的一些计划或者规划呢？我觉得可以说莫迪政府是相当的认真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印度几个老一点的城市，你比如像洛克瑙等等这个城市，原来英国殖民的色彩太重了，所有的地名基本上都改完了包括印度的这个所谓国王大道包括那个国王大道改成这个现在责任大道等等，就说过去都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现在只是回到一个更国本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印度生活过就知道印度太多的这个标识包括加油站小卖部上面写的巴拉特什么的，所以当这个莫迪这次在开G20这个发这个邀请函等等，他用巴拉特的名义在社交媒体上很热但是我看到绝大多数的印度的这个中等的或者中下层的人这个至少我身边认识的很多印度人，他是很支持这个的因为从朴素的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情感来说，这个巴拉特远比印度这个词汇更能这个表达印度普通人的这个心声但是印度的这个绝大多数的精英或者说西方化的精英，他们是觉得这个莫迪把这个国家改成叫巴拉特的话，他们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历史的一个倒退了。其实呢，从这次G20会议，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还是有意讨好印度。比如说，拜登表态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王先生如何看这样的一个态度所释放的信息？在美国的支持下，印度入常能成功吗？在这个问题上的你的口头上的表态，
表现出来的这个意愿和实际行动它是两回事。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程序，而且联合国现在形成这种5大国的局面呢，它其实反映的是2战所形成的这一个国际秩序。随随便便加进去一个国家呢，其实其他国家在发自内心而言都是不会轻易答应的。但是呢，美国呢现在在拼命的拉拢印度，所以呢，他也不会说公开反对。但是实际上，参照以前的每一次启动印度和其他国家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这个程序的经验可以看出来，美国每到事到临头呢，就会打退堂鼓的。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难以取得实际成果的一件事情。如果说有些国家要强行推进它的话，它极有可能引起2战之后所形成的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个崩塌，以及联合国本身的一个巨大的危机。联合国能不能真实存在，就会成为一个真实的问题。美印在拜登和莫迪的会谈之后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还表示要深化和多样化防务伙伴关系。美印会不会形成一种没有条约约束的同盟关系呢？我觉得就目前的美印关系的情况和它未来发展的这个程度呢，我觉得大概率啊，还是形成一个就是没有领证的这种同盟关系啊，就是双方呢都需要这样像盟友级别的这种防务安全上的合作啊，但是呢，双方实际上都不愿意被这个一纸条约啊或者一个文件啊来具体的约束住。但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说他们的合作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这个盟友级别，在有些领域实际上比美国跟他盟友的合作的程度还更高啊。你比如说天上，印度的导弹的导航啊，要借助美国的这个导航系统啊，地上这个印度现在给美国提供这个军事基地啊，补给的这个军事基地啊，而且这个军事基地是印太4国共享的啊。这个海上，印度印太战略这些年跟美国的配合就非常的紧密了啊。陆上呢，这个在中印边境地区啊，实际上美国呢这个部队呢也跟印度呢在靠近中国的一侧不到100公里吧，也举行过这个相应的军事演习等等啊。所以可以说啊，这个美印的防务合作，在大部分领域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这种盟友的这种级别的提升。但是我们还是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印度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配合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的需要？从印度角度来说，他也认为中国是他最大的挑战啊，或者说呢，这个一定意义上的这个威胁。所以现在呢，这个印度和美国在对华的政策上，大的方向是比较一致的啊。现在关键是在任何具体的议题上，就是双方在对华的问题上是谁更愿意站在前头的问题啊。王先生怎么看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是印度准备一边倒了呢，还是说准备有所平衡？那一个有着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国家呢，它是把外部因素为我所用，而不是成为别的国家的这个附庸和随从。那么美国现在在拼命的在拉拢印度，所以给印度给予了很多好处，尤其是在国防和科技领域，那么再加上更广大的这个地缘政治领域呢，给了印度很多好处。而对印度来说，这些好处呢是属于不拿白不拿，拿了之后能够迅速的增强它的国力，它可以借美国的势，借美国的力来对抗中国，尤其是希望在这个比如说在边境争端的问题上呢，还有在这个发展中国家争夺影响力的问题上呢，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的问题上呢，希望能够跟中国竞争，但是你要让他为美国火中取栗，对吧？替美国出头跟中国对抗，印度也是不会做的。所以呢，这就是美印的这种事实上的结盟，这个应对中国，它有一个上限。美国和欧盟还表示将支持新的印度中东运输走廊的建设。外界认为呢，此举的目的啊，也是为了抗衡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钱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印度对于美国的这些示好，又是以什么样的态度？美国呢，经过观察，包括欧盟经过观察，也发现了中国这个“一带一路”倡议确实呢，在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这个政治精英啊，有些坐不住了，他们也愿意呢，在这个里面呢也掺和一脚，啊，也把这个项目呢再搞大，想从中呢来也是来这个抗衡呢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这个影响力。实际上，印度自己也有很强的诉求，在中东扮演更
重要的这个角色啊，因为这个拜登把这个印度呢拉到这个中东四国，就是这个美国、印度、以色列和这个阿联酋四国的这个中东新的四国机制的时候，印度国内实际上是很兴奋的，因为一定意义上说，这个中东主要是巴基斯坦的影响力过去一直是相对而言更大的。现在美国呢，等于是从中东要采取一个战略逐步的这个退却的这样的一个姿态，拉印度进来呢，让印度在这个地区承担更大的角色。我很怀疑他最后的结果啊，因为莫迪上台之后，在周边搞了很多很多的走廊啊，很多很多的倡议啊，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好像都是发了文件啊，最后呢都没有任何成果。印度跟日本的亚非增长走廊都出了文件100多页哈，这个雷声很大，最后雨点都没有。为期2天的 G20 峰会已经落下了帷幕，新德里没有习拜会，王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中美领导人在 G20 峰会上见面或者不见面，并不是根本的问题，因为这个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2个国家的元首，只要是想见面的话，总是能找着机会和地点去见面的。我想，目前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发展到现在呢，从中国的角度讲呢，中国认为美国政府没有诚意，对吧？没有诚意，就是你在我们见面之后，其实也谈不出什么东西来。那另外一方面呢，一方面要求见面呢，另外一方面呢，又对中国的各种遏制的措施啊，包括制裁呀，包括在台湾问题上的煽风点火呀，包括在中国周边组织各种同盟或者准同盟组织来封锁中国啊，因为这些美国呢丝毫就没有停步。那么这样子呢，双方领导人见面谈什么？那么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的话，跟双方在 G20 是不是见面是没有关系的。美方呢，每一次呢，在与中方呢进行一些包括对话呀，包括会谈之后啊，都表现出呢一个当面谈合作，然后背后捅刀子。最近呢，这个中美呢高层互动呢，也从布林肯开始，包括到财政部长耶伦，包括克里，包括呢最近的刚刚结束访问的这个雷蒙多。其实美方呢也传达出一些就稳定两国关系，包括呢最新的这个雷蒙多呢访华的时候呢，中方呢也达成了就建立这个高科技管制的这个工作组的这个机制。那我们现在呢还不如呢看看美方呢是不是继续走这个老路，继续搞这个当面合作，背后呢捅刀子这样的，是不是把一些呢双方达成的一些东西呢能不能落到实处，让这个也是让时间给予一段时间的检验。美国这一次是不是真的付诸改善稳定中美关系的行动？外界普遍认为呢，从现在到11月是中美关系的窗口期，因为呢，中美最高领导人仍然有机会在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 APEC 会议上会面。钱先生，您认为这个窗口期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的话，应该怎么抓住它呢？明年我们知道，明年呢，美国呢要正式进入大选年了。他们也希望呢，这个现在的中美关系呢，这个目前呢还有这个进一步稳定的这个机会。如果进入大选年之后呢，面临着这个美国呢，特别是来自国会的，包括呢这个共和党强硬派这个压力呢，这个拜登当局呢，拜登行政分支呢就没有办法的继续的稳定好、推进好这个中美关系了。但是在我看来呢，其实呢，如果这个美国两党包括呢这个包括拜登政府在内，没有改变这种呢对华的这个基本的一个这个战略认知，还是把中国呢作为呢必须要遏制打压的这个对手。那即便有这个窗口，即便这个窗口存在，那还是呢焊着很多铁条的这个窗口，始终呢也打不通的这个中美关系。你包括像什么出口管制啦，包括呢这个经济制裁啊，包括呢特朗普时期到现在还没取消的这些关税。也还有包括呢这个高科技的所谓的小月高强势的这个打压，这些都是妨碍这个中美关系呢从这个稳定到进一步改善的一个重大的障碍。欢迎回到决胜制高点，我是克奇。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给中国扣高帽，声称中国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应该为气候赔款捐款，应该像一个全球经济体该做的那样，在帮助贫困国家应对全球变暖影响方面发挥作用。其实中国在帮助贫困国家应对全球变暖影响方面已经发挥，并且正在发挥广泛而且重要的作用。
而科里的恶劣之处就在于，美国自己该付的钱不付，美国自己赖账，却喊中国给钱。这种话呢，在中国很多老百姓看来，他不是无耻，简直是无耻之极。而这恰恰是在他访华之后所说的这些话。那这其实也恰恰是中国民间对于中美接触会谈有相当大的反对声音的原因。谈只是惯着美国，越谈美国提出的要求就越离谱、越无耻，因此结论就只能是没有什么好谈的。当然，这只是中国民意的一种比较朴素的表达。三位怎么样来看？其实，在这个气候问题上呢，我们中国的这个态度呢也是一贯的，我们中国呢作为这个负责任的大国，而且呢我们呢也是愿意的发挥我们的自己的作用，在为这个全球这个气变事业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但是我们呢也是非常的坚持，这也是国际上的共识。我们中国呢作为这个发展中的这个大国，我们呢要坚持呢共同但有呢责任区分的这样一个义务。该我们付的钱，中国是肯定是一分不会少的，而且呢我们也是在继续的这个履行承诺。这个呢，中国的这方面的努力呢，可以说是也是包括无论是这个减排的这个程度啊，都已经超出了这个国际上的这个预期了。美国呢这几年呢就开始在另外一个问题上表现的也比较歇斯底里，就是认为呢中国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应该享有发展中国家所有的权益，所以呢中国呢应该被当作一个在责任方面，对吧？在责任方面，而不是说在权利方面，应该被当作一个发达国家来对待。所以发达国家该出的这个责任的那种重头的责任的权重比较大的责任的那个中国也应该出。这也是克里这个就是发出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叫嚣的一个原因吧。美国的这种要求呢，其实体现了美国总体的一个政策的走向。这种态度呢，会对未来的这个气候谈判会造成很大的阻碍的。